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视频的话题，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很可能生活在虚拟矩阵中。如果你假设任何改进速度，游戏最终将与现实无法区分，我们很可能处于模拟之中，这就是模拟假设。模拟假设是建立在技术进化和超级智能的发展基础上的，受到了很多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支持。这些支持者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一位了，没错，就是他，伊隆·马斯克。马斯克一直是著名的模拟假设的支持者。他在一次技术会议上曾说过，我们不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的可能性只有10亿分之一，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真正智能的种族和高性能计算机驱动的虚拟世界中，就像黑客帝国一样。而最终，要么我们将进行无法区分真实世界的模拟，要么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根据谷歌趋势显示，马斯克发表这段评论以后，模拟假说理论的搜索量剧增，他也成为了模拟假说最著名的支持者。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破除模拟，逃离虚拟矩阵。最终他认为，可能人类只能逃离地球，移民火星，才能避免毁灭。所以2002年，马斯克提出了自己伟大的火星殖民计划。随着马斯克的逐渐推动，模拟假说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很多人开始尝试从各种维度探索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是模拟现实，并且他们发现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我们的世界是被虚拟的。其中证据一，人类自然演化出生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一些科学家指出，在如此浩瀚的宇宙中，恰好存在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而地球上又恰好创造了生命，而这种生命又恰好是人或者能演化成人，能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几率无限接近于0。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一块制作精细的机械手表中，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零件。我们将手表中这些零件全部拆卸下来，然后扔进一个超大的泳池里面，然后我们想办法将泳池里面的水全部搅动，利用水流动的能量成功组装成一块完整的手表，能够组装成功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注意啊，我这里说的并不是0，而是无限接近于0。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块手表是已经存在的物体，所以它有了可能。所以说明这个世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的编码而成。证据二，速度是有上限的。我们知道光速是世界万物速度的极限，那么为什么速度会有上限呢？其实我们的世界和我们使用的计算机一样，所有计算机的处理器或者其他硬件都会有固定的处理数据的速度上限。如果将我们自己想象成一个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程序，那么在我们的世界中，能够支持我们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就是处理器速度。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也会受到处理器速度的限制，无论模拟多么完整，处理器速度上限都是被人提前设定好的，并且永远不会改变。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常用计算机系统64位的处理器中，在执行8675432和7654321之间的算法所用的时间和执行2和1之间的算法所用的时间相同，当然前提是这2次算法的规则必须相同。在现实世界中，800多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1是相对来说很小的数字，但是在处理器的物理世界中，这2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对于处理速度毫无影响。这就是简单的程序数学模拟，也就是虚拟世界与微处理器操作的真实或物理世界之间的区别。所以说明很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一台巨型的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中的硬件所支持的处理速度上限被设定为光速。证据3，速度越快，时间越慢。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相对速度引起时间膨胀。对于处于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来说，移动的时钟比静止在其参照系中的时钟慢，这种情况被称为狭义相对论时间膨胀。也就是说，相对速度越快，彼此之间的时间膨胀也就越大。当速度逐渐接近光速时，时间将逐渐变慢，直至停止。也就是说，在虚拟世界中，如果我们以光速运行，宇宙这台计算机的速度就会变慢，直至停止。而这种现象是不是特别熟悉呢？没错，就像我们平时使用电脑的时候，如果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同时打开很多软件，电脑就很容易卡死。
或者有时我们在打开一些超大型的游戏软件时，电脑容易崩溃。证据4，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目前还无法用科学解释，但是在虚拟世界中，量子力学就很容易解释了。很可能我们如今生存的宇宙是一个类似于计算机的量子体，而宇宙中每一个物体都是一个完整的量子单元。然而呢，相互之间形成量子纠缠态，最终构成整个宇宙。关于量子纠缠态，我前面做过一期量子灵魂的视频中也讲到过。对于以上这些证据，到底能否证明模拟假说的真实性，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计算的模拟世界中，那么地球这个巨大的虚拟矩阵背后的操控者又会是谁呢？是拥有比我们人类更加高级的文明，生活在宇宙之外的外星种族吗？还是说圣经中呢创造世界万物的神呢？关于这个问题作为模拟假设的发起者，尼克·博斯特罗姆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提出了一个模拟论证，他认为现在的我们以及我们存在的世界是由我们未来人类进行的祖先模拟。这里的模拟意思其实就是还原。博斯特罗姆认为祖先模拟会引起未来人类的特别兴趣，就像我们现在能够通过计算机精确地模拟出古罗马和蒙古帝国。但是我们现在是被模拟的祖先，技术先进的未来人类正在观察我们每天的生活，他们居住在真正的现实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也是所有虚拟世界的基础现实。也就是说，这些未来人类生存的世界是所有模拟世界的一个基点，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就是通过这个基点逆向模拟出来的，而真正的现实世界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未知的。所以从这几点证据来看，我们确实可能存在于虚拟矩阵中。但是这些和那些虚拟货币富豪离奇死亡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就必须要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顾名思义，它并不是一种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货币，而是流通在虚拟环境中的一种数字货币。在说虚拟货币之前呢，我们还得先弄清楚一个东西，那就是区块链。区块链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虚拟货币的账本，不断累积交易数据的列表。每一个单独的区块都包含前面一个区块的加密哈希、时间戳和交易数据，所以它们彼此之间链接形成一条记录交易、储存、转移等数据的信息链，也就是加密散链。它将这些数据信息编码成一串随机的字符，因为每个字符都采取了不同的编码方式，所以一条链中一个字母的变化将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块链。区块链技术最大的优势其实就在于它的安全性。从本质上来讲，区块链天生就无法修改，所有数据一旦被记录在区块中将很难更改。如果要更改其中任何一个区块，则必须要更改后续全部区块，而这种方式实现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需要整条区块链所在的虚拟社区大多数人的合作。由此看来，区块链的安全性是非常可靠的。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虚拟货币的储存、转移、交易等流程全部采用这种安全的区块链技术。甚至可以说虚拟货币的流通完全依赖于它。但实际上，虚拟货币还分为封闭虚拟货币和可兑换虚拟货币，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封闭虚拟货币只能在独有的封闭虚拟社区中流通，就像我们玩游戏时游戏中使用的金币一样，只能在你所玩的游戏中流通，而且正常情况下这些金币不能兑换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资产。当然也存在那么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卖号，直接把游戏账号卖给别人然后变现，但是这种方法不属于一般情况因为所有游戏的服务条款应该都不会允许这样做。所以相比于封闭虚拟货币来说，可兑换虚拟货币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它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易，并且能够通过特定渠道直接兑换成现实资产的去中心化虚拟货币。我这里所说的虚拟货币就是指这种可兑换虚拟货币。从本质上来讲，虚拟货币就是一种加密的数字货币，所以很多刚刚进入虚拟货币行业的人，他们的一门必修课那就是区块链。因为虚拟货币持有者必须要知道，货币网络在区块链中生成新区块所需要的平均时间，阻塞时间可以从几秒到几天不等。区块时间通常也发生在货币交易过程中，也就是说，区块时间较短的货币自然具有更快的交易速度。一旦一方请求交易，所请求的交易就会被推送到对等的网络中，然后发布到对应的节点中，然后这些收到请求交易的节点使用虚拟货币独有的算法验证这次特定的交易，然后将批准的交易输入公共分类上表示为快，然后一旦新的区块链创建成功，
它就会自动链接到已经存在的区块链中。这个流程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此次交易完成，而整个过程都是不可逆转的。虚拟货币凭借去中心化的独特优势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而且也有很多人通过它收获了巨额财富。其实关于虚拟货币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太多，当然我也不是太懂，所以我这里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如果哪里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好，我们继续。如果我们如今真的生活在虚拟矩阵中，换句话说，我们如今生存的世界，甚至我们的生活，如果真的是由某种外星种族或者我们未来的人类模拟出来的，那么说明我们的一切都被提前定义好了。吃饭、睡觉、生、老、病、死等等有关于我们的一切，都只是那些矩阵操纵者提前设定好的一串代码，或者说这些只是他们模拟游戏中的游戏规则，我们仅仅是在这规则之内按照程序运行的角色。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本就万物皆空的矩阵中，虚拟货币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种矩阵的平衡。简单来讲，在本就是虚拟的世界中却出现了另一种虚拟，让这些操控者认为他们的游戏角色出现了某种 bug， 打破了他们原有的游戏规则。所以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些虚拟货币行业富豪接连离奇死亡，这会不会是那些操纵者对他们模拟游戏中破坏他们原有游戏规则的角色进行了一次清除行动呢？或许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只能说，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找到如何破除矩阵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中那样，楚门生来就活在别人为他创造的完美世界中，就在他们为自己伟大创意庆祝的时候，却忽略了楚门是一个人，一个具有思想、具有独立意识的人，而这样的人注定会打破一切虚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